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纹状体内源性大麻素驱动的单次学习机制。这项研究聚焦单次经验如何改写大脑。作者提出，纹状体可能是关键入口，核心问题很直接：几秒接触怎样留下长期记忆？页面给出的线索指向非经典突触可塑性。研究重点不是重复训练，而是一次偶发经历。它要解释快速适应背后的分子机制，也要说明这种机制为何发生在纹状体。经典学习常依赖重复刺激累积。STA 测试用来检验单次接触记忆。研究者先放入胶带，小鼠会偶然被粘住，这个接触只持续数秒，24小时后再做测试，此时不再给任何预警。结果是动物明显回避中心区，说明短暂触发也能固化记忆。单次接触后，3%的小鼠成为回避者，回避者潜伏期接近300秒，未学习者通常只有约10秒。绕行次数也明显分化，回避者平均约4次，未学习者几乎没有绕行。更关键的是，记忆并不短暂，24小时、72小时、1周到1月，回避指数都保持为正。短接触和长接触都导向回避行为。体内追踪先要把输入通路锁定。研究者向 S2 皮层注射 AAV-CAMKIICRR， 这个病毒让皮层神经元带上光敏开关。随后在 DLS 植入光纤电极，这样就能在活体内实时读出信号。再用465纳米姆光脉冲刺激，记录的是局部场电位 LFP 变化。它的意义在于把突触强度的动态变化直接抓出来。短接触后 DLS 出现显著 LTP， 证据很直接，蓝色波形的 after 明显偏离 before， 这个增强幅度大，说明局部突触被真正改写了。相反，长接触组的波形几乎重合，他们虽然也学会回避 ，DLS 却没有同步增强。这里提示，行为结果相同，底层通路却可能不同。这种分化很关键，因为它把单次学习锁定到特定环路 （Neural Pixels） 记录，把触发条件看得更清楚了。短接触时，放电几乎只有5到25个脉冲；长接触时，放电则密集得多。这个稀疏差异非常关键。因为它说明输入强度本身就不同，更重要的是，短接触信号太弱了，它很难触发经典 NMDA 依赖机制。于是，真正的问题变成了信号如何被抓住。计算模型把候选机制缩小到了 ECB-LTP， 它显示 2AG 作用于 SPN 上的 CB12， 关键不在脉冲多寡，而在频率窗口。短接触的稀疏放电正好落入这个窗口。仪表盘上的指针因此落在蓝色区，蓝区对应的是 LTP 而不是 LTD， 说明内源性大麻素系统更像低频输入的学习器，它专门放大少量数据里的有效巧合。活体传感器直接抓住了这个瞬间。t 等于0时 ，GRAB-ECB 2.0 信号迅速冲高，随后曲线回落，像一次短促脉冲。对照组 mutant 几乎保持平稳，这说明变化不是背景漂移。下方热图也出现明显亮色爆发，亮色对应内源性大麻素的快速释放，它把机制假设直接变成了实时证据。检验的是通路占用状态，未学习的小鼠离体后仍能被电刺激诱发 LTP， 已学习的小鼠离体后再刺激却无法继续增强，这个倒不进去的现象叫做 occlusion， 它说明同一条 ECB-LTP 通路已经在体内被用掉了。于是，离体失败不再是阴性结果，它反而成了活体学习发生过的证据。这个设计把因果链条锁得更紧了。离体膜片前给出了更直接的证据。短接触切片里 ECB-LTP 刺激已经失效，平直波形和闭锁图标说明这条路在体内被占用了。长接触切片却仍能诱发 ECB-LTP， 反过来 NMDA-LTP 在短接触切片里还能成功。长接触切片对 NMDA-LTP 刺激则被堵塞了，4组交叉结果形成了清晰分离。它说明两类学习调用的是不同可塑性通路。短接触和长接触行为结果一样，两组都形成了回避记忆，可电生理密码却完全不同。短接触时 DLS 出现显著 LTP， 长接触时 DLS 电生理没有变化。Neural Pixels 也给出分化信号。短接触更稀疏，长接触更密集，离体结果进一步锁定了通路分工。为验证必要性，研究者直接动手敲除受体，
CRISPR-Cas9 技术被用于特异性删除皮层投射神经元上的 CB12 或 D22，这样做等于在分子层面封死 ECB-LTP 通路。关键不只是相关性，而是因果检验。若单次学习真靠这条通路驱动，缺失后就应失去记忆能力。实验对象因此接受短暂接触测试，结果会直接回答这套机制是否不可或缺。这里检验的是最严格的必要性。基因敲除后，短接触学习几乎崩溃，对照组回避成功率有 63%， 故而短接触组只剩 18%， 轨迹也从避开中心变成频繁穿越中心。长接触组仍能正常避让，说明记忆失败并非整体运动受损，真正失去的是单次经验的写入能力。它提示 ECB-LTP 对单次学习是绝对必要的。药理学急性阻断，先排除发育代偿。学习前30分钟 ，DLS 内注入 AM251，它急性阻断 CB12， 短接触学习立刻失败。相同条件下 ，DAP5 只阻断 NMDA2， 短接触学习却完全正常，说明经典通路不关键。两种处理结论一致，指向同一机制。这个结果把 ECB-LTP 的因果关系盯得更牢。DLS 在这里像一个引发器，它先接住皮层脉冲，再接住黑质显著性信号。两路输入都很稀疏，却被同一节点汇合。节点内部的关键是 ECB-LTP 分子通路，它把短暂巧合转成可塑性改变，最终输出指向基底神经节。运动策略就从探索切换为绝对避让。这项工作确立了单次学习的新范式。STA 测试把自然状态下的极早期学习单独拎了出来，时间轴跨越微秒到月级，说明记忆可被迅速写入。证据来自无应激、无奖赏的单次接触设计。更关键的是 ，DLS 被证明不只管习惯，它也参与极早期快速记忆的形成。机制上 ，ECB-LTP 处理稀疏快照 ，NMDA-LTP 处理反复强化。由此看，大脑并非只有一种学习法则，它更像在并行使用多套算法。